睡前聊历史，每天一个历史故事。今天我们聊的是盛世背后的生存困局。当我们提起盛唐，提起长安，你的脑海中会浮现出怎样的画面？是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宏伟壮阔，是九天昌河开宫殿的磅礴气势，还是李白笔下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盛世风华？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会，长安城可以说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巅峰之作。然而，在这些光鲜亮丽的史书赞美背后，隐藏着一个极其尴尬，甚至让大唐皇帝们感到屈辱的历史真相。在这座伟大都城的巅峰时期，大隋和大唐的皇帝们经常因为在长安吃不上饭，不得不带着满朝文武、后宫佳丽像逃难一样，千里迢迢跑到洛阳去要饭。你没有听错，全天下最尊贵的皇帝在自己的首都饿肚子。而且这不是偶发事件，而是贯穿了隋唐两代数百年的常态。历史上甚至给这种行为起了一个非常委婉的专有名词，叫做酒食洛阳。更让人心酸的是，民间直接戏称这些高高在上的君主为逐粮天子，也就是追着粮食跑的皇帝。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号称天朝上国的帝国心脏，连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隐藏在这场帝国粮食危机背后的，其实是一场长达1000年的长安生态危机与地缘政治的死结。今天，我们就来拨开历史的迷雾，深度还原这场逼疯了无数帝王的长安生存保卫战。首先，我们要弄明白一个问题，既然长安连饭都吃不饱，当初为什么要把首都建在这里？这就不得不提到长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在冷兵器时代，简直就是天选之子，完美的帝王霸业基地。古人对关中有一个著名的评价，叫披山戴河，四塞之国。它的南边是高耸入云的秦岭，北边是黄土高原，东边有黄河天险和著名的函谷关、潼关，西边有大散关。只要派重兵把守住四周的几个关口，关中平原就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堡垒，进可攻，退可守。当年秦始皇就是靠着关中这个大本营，东出函谷，扫平6国。刘邦也是听了张良的建议，定都关中，才有了大汉400年的基业。除了极其安全的军事防御，早期的关中平原其实是非常富庶的。这里有泾水、渭水等8条河流穿流而过，史称8水绕长安。在汉代以前，这里的气候比现在要温暖湿润得多，降雨丰沛，土地肥沃，号称天府之国。那时候的关中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产出多余的粮食，支持对外战争。但是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关中平原的承载力开始触及天花板，一场潜伏的生态与人口危机正在慢慢爆发。危机的第一个导火索是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与官僚机构的无限膨胀。到了隋唐时期，大一统帝国的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隋文帝杨坚和唐太宗李世民在营建长安城时，画了一个无比巨大的饼。唐长安城的面积达到了惊人的84平方公里，是今天西安明城墙内面积的7倍多，是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7倍，更是后来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的6倍。在这个巨无霸城市里，生活着皇室贵族、10几万禁军、庞大的官僚系统、各国的使节商贾以及大量的服务人口。在唐朝鼎盛时期，长安城的常住人口突破了100万，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100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100万人口是个什么概念？在古代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条件下，这意味着一个深不见底的粮食黑洞。据史料推算，唐代长安城一年需要的粮食至少在数百万石以上。然而，此时的关中平原已经不是汉代那个高于之地了。经过几百年的高强度开发，关中有限的耕地已经被开垦殆尽。更致命的是，留在长安附近的土地绝大部分被皇室、勋贵和寺庙圈占，变成了不产粮食的私家园林或者庄园，真正能用来种粮交税的土地少得可怜。关中自己产的粮食根本养不活这嗷嗷待哺的100万人。既然本地粮不够吃，那就只能从外地运。这就引出了大唐帝国的第2大噩梦——漕运。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开始不可逆转地向南转移。
江淮地区，也就是今天的长江中下游一带，凭借着优越的水热条件，成了天下粮仓，富出天下，而江南居19。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粮食供应，绝大部分都要指望南方。按理说，南方有粮，北方缺粮，运过来不就行了吗？隋炀帝杨广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耗费举国之力，开凿了京杭大运河。大运河把江南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了洛阳。问题是，大运河的终点在洛阳，不在长安。从洛阳到长安，这最后的300-400公里，成了帝国后秦史上最绝望的一段路。江南的粮食到了洛阳，想要继续西进运到长安，必须走黄河。可是从洛阳往西的黄河航道，简直就是地狱难度。这段河道要穿过中条山和崤山之间的峡谷，水流湍急，暗礁密布。特别是著名的三门峡，河道中间矗立着3块巨大的岩石，把河水劈成3股，水势如同万马奔腾，惊涛骇浪。史书上记载，运粮船到了这里，触礁没者10之8九。什么意思？10艘运粮船开过去，有8、9艘都要撞毁沉没，连人带粮全部葬身河底。这哪里是运粮，这简直是在填命。后来实在没办法，朝廷只能采用分段运输的笨办法。运粮船到了三门峡以东，把粮食卸下来，靠人力和畜力走陆路，翻山越岭，运过三门峡这几十里险段，然后再重新装船运往长安。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成本有多高。一旦粮食从江南运到长安，路上消耗的运费和损耗远远超过了粮食本身的价值。用当时的话说，叫斗米匹绢，为了运1斗米，运费要花掉1匹绢。大运河可以把100万吨粮食运到洛阳的韩家仓，让洛阳富得流油。但面对洛阳到长安这最后的几百公里天险，大唐帝国倾尽全国之力，每年也只能艰难地运送1两100万石粮食进关中。这对于长安的100万张嘴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这不仅是物流的瓶颈，更是大自然的报复。也就是我们要讲的第3个核心原因，长安周边致命的生态危机。我们前面说过，汉代的关中气候湿润，森林茂密。但是作为历代都城，关中平原遭受了长达1000年的破坏性砍伐。首先是宫殿建设的木材消耗，无论是秦朝的阿房宫、汉代的未央宫，还是隋朝的大兴城、唐代的大明宫，每一座超级建筑的背后都是无数片原始森林的毁灭。唐代修建宫殿需要极其巨大的楠木和巨松，关中周边的原始森林被砍伐殆尽。当周边的木头砍光后，甚至要跑到更远的陇右地区去砍。杜牧在《阿房宫赋》里写蜀山兀，阿房出，其实不仅是蜀山，关中周围的岐山、终南山同样遭到了毁灭性的砍伐。其次是100万人口的燃料需求。古代没有煤炭天然气，长安城100万人每天生火做饭，冬季取暖全靠烧柴。据估算，长安城每天消耗的木柴是一个天文数字。长年累月下来，长安周边的山头几乎被砍秃了。植被一旦遭到破坏，接踵而至的就是严重的水土流失。黄土高原的土质本来就疏松，没有了森林的保护，一到雨季，大量的泥沙就被冲进河流。原本清澈的渭河，含沙量急剧上升，河床被泥沙不断抬高。渭河不仅失去了航运的功能，连水质都变得极其恶劣，很多时候连饮用都成了问题。与此同时，气候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根据现代气象学家的考证，中国历史上的气候是存在周期性波动的。从汉代到唐代中后期，关中平原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干变冷的过程，降雨量减少，旱灾越来越频繁。唐朝时期，关中地区发生大旱的频率令人触目惊心。有限的耕地、枯竭的水源、恶化的生态，加上沉重的100万人口负担和被阻断的漕运通道，长安这座表面上无比辉煌的帝国心脏，内部其实早就千疮百孔。只要遇上哪怕一年稍微严重的旱灾或者水灾，关中立刻就会陷入断粮的绝境。既然粮食运不进来，百姓和百官又要吃饭，怎么办？大隋和大唐的最高统治者们只能做出一个极其屈辱但又无可奈何的决定：搬家。
与其让粮食艰难地翻山越岭来找人，不如让人走捷径去洛阳找粮食。这就是著名的旧时洛阳。第一次拉开这场漫长要饭序幕的是隋文帝杨坚。开皇14年，关中发生大旱，长安城里不仅百姓没饭吃，连皇宫里的存粮都见底了。隋文帝实在没办法，只能下令全城大搬家。皇帝带着皇后、文武百官、禁军侍卫，浩浩荡荡地离开长安，沿着崎岖的小罕古道，一路向东走到洛阳去吃饭。当时的场面有多惨？因为沿途实在没有粮食补给，连皇帝的护卫队都饿得面黄肌瘦。隋文帝为了安抚百姓，甚至亲自在队伍中维持秩序，遇到艰难险阻的地方，还让士兵去搀扶年迈的百姓。作为一个刚刚统一天下、威震四海的开国之君，却因为吃不上饭，被迫带着满朝文武忙流士大迁徙，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到了唐朝，这种情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时期是旧时洛阳最频繁的阶段。李治一生中有7次带着朝廷大班底去洛阳救时，在洛阳居住的时间长达11年。为什么跑得这么勤？因为当时的长安实在太饿了。史书上记载，有一次长安大旱，唐高宗准备去洛阳吃粮，结果因为走得太急，沿途的后勤完全没有准备好。随行的官员和士兵不仅吃不上饭，还要在烈日下赶路，很多人直接饿死，渴死在半路上。甚至连皇帝的仪仗队都饿得走不动路。有的大臣实在受不了这个屈辱，向皇帝上书说，我们堂堂天朝大国，天天为了几口饭四处流浪，不仅让四夷看笑话，更损害了国家的威严。可是皇帝也很无奈啊，总不能留在长安活活饿死吧。武则天掌权后，干脆就不回长安了。他直接把洛阳改名叫神都，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洛阳办公。除了洛阳有更浓厚的政治运作空间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洛阳有大运河输送来的吃不完的江淮之粮。洛阳城里的韩家仓当时是全国最大的粮仓，里面的粮食堆积如山，可以供朝廷吃上好几年。在洛阳，武则天不用每天一睁眼就操心今天文武百官吃什么。甚至到了号称盛世的唐玄宗开元时期，这种尴尬的局面依然存在。开元初年，关中再次大饥，唐玄宗也被迫带着文武百官去洛阳要饭。当时负责宰相事务的卢怀慎，因为实在不忍心看皇帝受委屈，急得想要自杀。后来随着裴耀卿等名臣改革了漕运制度，采用了节级转运的办法，稍微缓解了一下三门峡的运输难题，长安的粮食危机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喘息。唐玄宗这才有底气回到长安，开创了开元盛世。但是这种漕运制度的改善，就像是给一个濒死的病人打了一针强心剂，治标不治本。关中平原的生态底子已经彻底烂了，只要江南的输血通道稍微出现一点堵塞，长安立刻就会陷入心肺骤停的绝境。而给了长安这具庞大身躯最后致命一击的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不仅摧毁了大唐的盛世繁华，更彻底打烂了帝国的后勤生命线。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各地的军阀把持了地方大权。更可怕的是，淮西一带的藩镇时不时就会切断大运河，甚至拦截江淮运往长安的运粮船。这一下，长安彻底断了生路。唐朝后期的皇帝活得简直比叫花子还惨。唐德宗时期，由于藩镇叛乱，长安的存粮甚至连禁军都发不出来，士兵们饿得在街上抢劫，甚至扬言要造反。唐德宗急得在宫里抱头痛哭。就在这个时候，南方的一支运粮船队历经千难万险，终于突破了藩镇的封锁，把几万担粮食运到了长安。唐德宗听到消息，激动地跑到东宫对太子大喊：“吾父子得生矣！”意思是我们父子终于能活命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大唐天子，因为几船粮食，激动得像个绝处逢生的难民。这种心酸和无奈，是对大唐帝国国力衰退最生动的写照。到了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这时候的长安已经彻底失去了作为首都的资源支撑。再后来，
军阀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临走之前，朱温下令拆毁了长安城里所有的宫殿、官署和民居，把木材拆下来，顺着渭河漂流到洛阳去建新宫殿。曾经有着100万人口、万国来朝的长安城，在大火和拆毁中化为一片废墟。从那以后，直到今天的1000多年里，无论改朝换代多少次，再也没有一个大一统王朝选择在关中平原、在长安建都。从表面上看，长安的衰落是因为安史之乱，是因为藩镇割据，是因为朱温的毁灭。但如果我们从宏观的历史维度和地理环境来看，长安的悲剧其实是一场必然。关中平原的承载极限，被过度消耗的自然生态，不断恶化的气候环境，以及洛阳到长安之间难以逾越的运输天堑，共同编织了一张无形的绞肉机网络。大唐帝国越是繁荣，长安城的人口越是膨胀，这张网就收得越紧。那些高高在上的帝王们用尽了政治、经济和水利工程的各种手段，试图逆天改命，维持这个庞大帝国心脏的跳动。但他们终究无法对抗大自然客观的物理法则和生态规律。当我们今天站在西安的城墙上，回望那段辉煌的历史时，也许我们应该多一份警醒。任何文明的繁荣，如果建立在对自然环境的无节制掠夺和超越生态承载力的透支之上，最终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大唐皇帝们屈辱的逐良之旅，就是历史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amers。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我们下期见。